太不真实了，有点失真了，有点像那个电脑绘纸。在横断纪事第1集影片，也就是上集影片，我们来到了川西北高原的四姑娘山，这里位于邛崃山脉腹地，主峰幺妹峰，海拔6250米，被称为蜀山之后。四姑娘山由3条沟组成，分别是双桥沟、长坪沟和海之沟。我们先是游览了双桥沟，走海拔最高的红杉林，一路向南游览。在第2集影片，我们将继续看四姑娘山双桥沟的其他景点，并说一说我正在拍的横断纪事。在青藏高原东缘，数百万年来，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持续碰撞，大地剧烈隆起，江河被反复切割，山峰不断抬升。也正是这种持续的地质力量下，世界上极少有地方能够在如此短的距离内实现从数百米海拔到5、6千米雪峰的垂直跨越。所以在接下来的旅行里，我想沿着横断山脉的脉络走一走，走进那些县城、村寨、草原跟峡谷，去看见那些生活在山河之间的普通人。这里是横断山脉，这里是川西，这里是横断纪事。到了第4个了吧，叫龙珠错，也是一个高原堰塞湖啊。绕着这个湖一圈大概是500、600米吧。哇！这个地方来了就不想走，是真的，好想来这里住1周啊！这里适合文学创作、诗歌创作，感觉特别能赋予人丰富的灵感。这里海拔3490米啊。你看这个，这个里边都有些优美。杜鹃花，哎，对，哦，在这里工作感觉怎么样？我们看惯了，就觉得没得什么。哦，看多了就审美疲劳了。没事打。你眼镜呢？就是你个人最喜欢的。最后一个景点人参果坪站，人参果坪就是这一株，海拔3320米，
生长着一种名贵的蔷薇科地茎植物，当地人称人参果，可食用药用，故名人参果皮。哎，你看到这的话，它这个山啊，可能是海拔低一点以后，它就不是光秃秃的石头了，它上面附着着一些绿植了哈，然后也没有看到白雪的这个残余了。这海拔应该3000米左右吧，比前面的要矮个几百米。你看那个碧绿的小溪流啊，从那个红杉林那尽头大概20-30公里那尽头一直蜿蜒流下来，绵绵不绝啊。哎，这里有一个黄色的小黄花的草坪啊，大家排队那里拍照啊。今天的双桥沟四姑娘山旅程将要画上句号了，还是挺圆满的，因为我把所有的地方都看了，我觉得不留遗憾，很好。来的时候看到一群的牦牛啊，现在回来就没看到了。假以时日啊，我去到瑞士的时候呢，我再回顾一下川西的影片，看看两者是不是真的很像。一直听别人说川西是中国版的瑞士。看这些高原上的草甸啊，点缀着小黄花，很秀美啊。看草坪上有秋千啊。回到了景区前4点45分，提早15分钟回来了，而且走完所有的景点，并且还走了那1.8公里的栈道啊，所以有时候那种担忧啊，因为我第一次跟团旅游嘛，就老是说怕迟到，然后拖团队的后腿，哎，没想到还提不前15分就来了，哎，有时候吧，就是担忧是多余的。现在会在包里放一点这些补充能量的。烤玉米8块，水煮玉米7块。有玉米、香肠、排骨、烤肠，有这地方盛产樱桃。这樱桃真便宜，10来块钱一斤。说好5点钟下来汇合哈，现在5点08分，还挺准时的，没有我预先担心那种有一些大团嘛，有一些人就是拖拖拉拉的，然后耽误时间了。吓我一跳，堆积如山的这个牛皮啊，哦，挂着这些牛头骨，雪山牦牛肉。他跟导游吵起来了，他说你这个行程里写有的，要在这个地方停车给我们拍照。他是一个退伍军人，所以他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纪念碑在车上。然后现在没办法了，因为那个地方很窄，司机没法停车，就把车停在了2-3米开外，然后大家就走路过去。不知道朋友们你们能看到吗？那里写着红1、红4方面军会师的一个，看地图上都没写着这条河的名字，但是挺湍急的。红1、红4方面军会师纪念地。你看，在山坡上修了很多爬山的阶梯啊。达维喇嘛寺、嘉金村红军坪、嘉金山长军历史步道。当时就翻过这个鸟都飞不过去的嘉金山。这是一个很小的镇子，叫达维镇。坦白说，那一名退伍军人的团友在车里据理力争，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停下来，想要拍照。后来我才了解，叫达维会师的这个意义啊之重大，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军离开江西瑞金开始长征。此时中央红军约8万多人，一路突破国民党围堵，湘江战役、遵义会议，适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虽然摆脱了追兵，但部队损失极重。到进入四川时，中央红军只剩下约3万人左右。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连续行军数千公里，缺粮、缺药、缺兵源。此时中央红军最迫切的问题不是打胜仗，而是活下去。在1935年夏天，翻越夹金沙的中央红军抵达达维，而在川北高原另一支规模更大的红军红四方面军正向这里赶来。两支经历过生死转战的部队终于在达维相遇。对于中央红军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获得了补给跟援助，更意味着终于摆脱了孤军奋战的处境。会师之后，红军总兵力达到了长征以来的最高峰，而达维这座今天只有几千人口的小镇也因此被写入中国近代史。这名退伍军人慷慨激昂的1鞠躬、2鞠躬、3鞠躬，红军精神永垂不朽。毛主席跟旁边的应该是周恩来吧，骑着马啊。这里是阿坝州的小金县，待会儿呢离开小金县呢就到这个甘孜州了，就进入到这个甘孜州了，就意味着从嘉绒藏族进入到了康巴藏族啊，康巴汉子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岭伟玉腾细浪，无猛磅礴走泥湾。金沙水畔油鸭暖，大渡桥横天所长。征西边山千里行，三军过后尽开眼。红军万岁！当时在手机地图上没有显示这条河流的名字，后来回到酒店，我了解到这条河叫沃日河，它是从四姑娘山冰川融化的雪水汇聚而成，穿过达维镇的峡谷。1935年，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后下山抵达达维镇，当时红四方面军正驻扎在河的对岸，胜利会师。今日的沃日河依旧奔流不息，而那场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会河已经过去90多年。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厚的外套、你的氧气瓶。晕车加轻微高反，真的难受。来到了丹巴县，丹巴县是这个甘孜州了啊，是嘉绒藏族的。那个羊肉，慢慢来，看那个羊肉。你不管。怪不得他听得懂。你是台湾人是这样，你跟秋天去又不一样。对对，试一下嘛。吃大蒜可以治疗高反，据说是。对对。这个高原反应是心理作用啊，不要没事。在哪儿啊？你那个卡上面有，看4年级。挑一个吧，你挑一个。我哪个手机是哪个手机？你挑啊。走，去玩。来个衣服，我有病。来吧，你多大？跟个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线的这个特别温和的这个叔叔啊，拼房。这是明天早上的这个早餐啊，1瓶牛奶，2个面包。因为明天哇5点半就要起床了，没有办法在酒店吃早餐，这个又是舟车劳顿的不断赶路的一天啊，我好怕搭车啊，我是有一点晕车，因为今天好多的那个山路啊，弯来弯去的，头有点晕。而且有一个大叔啊，就高反很厉害，就是饭都吃不下，吃饭的时候满脸愁容的，吃不下饭就喝了一口汤，后来上车又吐了一车，哎，看着他好难受啊。我还好一点，我是有一点点头晕头痛，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啊。从四姑娘镇啊，驱车大概130公里就来到了现在的甘孜州的
丹巴县啊，这是一个一线天的城市啊，跟这个云南的盐津啊有相似之处，就是县城呢就分布在一个狭长的这个山谷盆地里面。我们现在去感受一下嘉绒藏族的一个锅庄舞啊，看一下他们广场的夜生活。你看。两岸是高大的山脉，这个小小的县城啊，就勉勉强强的塞到这个峡谷里面。本来想感受一下嘉绒藏族的这个锅庄舞的，他们每天晚上在广场上跳他们自己民族的广场舞啊，锅庄舞啊。可是呢，今天是6月6号，就是这2天是中国高考，那么政府就不给跳啊，就是遇到这个高考期间呢，很多的活动都会稍微有一点点这个限制啊。这些楼房清一色都是酒店，怎么去到县城呀？这上面的话就是那些大货车飞来飞去的，我都不敢走那个上面的路，感觉有点危险。这个马路边上的一个崖壁啊，用铁丝网给包裹着的啊，防止这些碎石砸落。这是挺恶劣的一个生存条件吧，平地又少，然后呢，这种峡谷里面的话生活啊，它自然灾害也多啊，泥石流啊、洪水啊，只能铤而走险了。要去到它的县城，从酒店走过去有几百米。我去。每个大货车经过，我就有点害怕，说实话。哇，这地方真的是平地少呀，这马路也不做宽一点，就怕冷不丁掉一块石头下来。看这地方就没有铁丝网给包住了。我都站到这个水沟里面了。嘉绒藏族，一路上我们经过这个嘉绒藏族的一些乡村啊，他们的这个楼房通常2到3层啊，然后屋顶的话就大概是这样装饰的啊。哇，这个桥好高呀！我们来看一下，大渡河在这一段还不算很湍急哈。哇，你看，这城市虽然白天看上去啊，因为这个四周是山嘛，然后感觉有那个灰土的感觉。到晚上以后，你看以那个黑色的山为背景，以后就觉得哇，这很有反差感。这白天跟晚上很有反差感。哇，你看的这个地方可以利用任何平地起楼房的机会啊！我过对面看一眼啊，有点那个我们之前拍的那个云南一线城市啊，盐津县的感觉吗？但是呢，这里比盐津县还是要更开阔一些的啊！哇，你看这个公园啊，休闲的场所都挤在江边那个有限的平地里面了。运动器械、柳树下、乒乓球台，然后健身步道。虽然说平地少，但是我们尽可能利用土地，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哈。晚上不至于没地方去休闲啊。很可惜啊，在这里只停留一个晚上，明天早上5点多就要离开这里了。在剪辑这条视频的时候，刚好我去到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博物馆啊，在那里我了解到甘孜州的地理啊是被3条巨大的河流切割而成，西边是金沙江，中间是雅砻江，东边是大渡河，也就是眼前的这条河流，它们都发源青藏高原向南奔流，最终汇入长江。
这支河流像3把巨斧，把横断山脉切割成无数高山峡谷。也正因为如此，川西很少出现大面积平原，人们只能沿着河谷定居耕种贸易。除了眼前的丹巴县城，还有我们接下来会去到的康定、雅江等城镇，几乎都诞生于河流沿岸。可以说，没有这些大江大河，就不会有今天川西的版图。很想去对比一下，就是嘉永藏族跟我们接下来要去看的康巴藏族的一个不同的这种民族文化特点、气质风格。这一次是没有机会了。你看，那边还有一座铁索桥呢。今天可以说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里度过了，从成都平原一路向西北。跨入这个横断山区，进入川西北高原啊，然后又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来到了现在所在的丹巴县所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啊。这边的水果应该很便宜吧？这是樱桃。8块的卖，这个10块钱，很好吃，你可以尝啊。这个白色的10块钱啊。大姨说放心吃，没打药的。哎，挺甜的，挺甜的。啊？哦，中药当归。哦，当归。炖鸡、炖排骨、炖牛肉、猪肉都要得的啊。安逸得很，跟你说老实话，我们也说不来假话，真的好吃啊！嘉永藏族的一个传统头饰啊，好漂亮啊！老了就不漂亮了，老了就漂亮不起了。我是广西的。广西的，我们俩加个微信嘛，加微信我给你寄苹果，要得。小金苹果啊，小金苹果哦，小金苹果特别出名的哦。我就因为你10箱就给你1箱，送你1箱。哦，这就是那个跳舞的广场吧？你看，一般是上了年纪的大姨大妈、阿婆们会戴这个嘉永藏族的传统头饰啊。年轻女性我现在戴的少，好多这个大姨们卖当地产的樱桃啊，8块、10块，500克。大家有事没事就坐在这个广场的长椅上纳凉唠嗑啊。啊5元。5元。甜的。春天嘛，5元。几元5元啊？可以尝不尝个嘛？可以。可以尝几个。嘉永藏族跟康巴藏族是什么不同的吗？不同的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广场上，我问了几名女性：“你们是嘉永藏族吗？”她们好像似懂非懂，只说我们是藏族。事实上，藏族呢是有几个分支的，咱们可能多数人听说过康巴藏族，他们主要分布在甘孜州西部和西藏东部的高原牧场，那里草原广阔，牧场辽远，人们逐水草而居，以放牧牦牛跟马匹闻名。康巴汉子给人的印象是豪迈奔放，善骑马。而在四川西部的大渡河跟大小金庄河谷之间，包括我此刻所在的丹巴县，则分布着另一藏族分支嘉永藏族。嘉永藏族世代生活在河谷地带，他们依山而居，沿河耕作，种植青稞、小麦、玉米和各种经济作物。这里海拔普遍低于川西高原腹地，气温相对温和，因此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要说嘉永藏族最有辨识度的，可能就是他们的女性身着的传统服饰。最显眼的是他们头上的头帕，头帕多以黑色或者深蓝为底，上面点缀着银饰、珊瑚、绿松石等装饰物。这些饰品不仅是装饰，也常常象征着家庭财富跟身份。跟那个康巴藏族讲的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你们能听得懂他们说的话吗？哦，能互相听得懂吗？听不懂，有些听不懂。河这要有5条河，5个口音。哦，有5条河就有5个藏话的口音。哦呀。哦，这个是丹巴最大的酒店了，喜美大酒店就在县城的正中心啊。
中心广场这里，这个河谷县城是这样子的，上坡下坎是家常便饭的。我对你好好。打啥打？哎，我这个等我的这个支持更明显，今天拔了牙齿。你看嘛，你看嘛，你看我。你是加绒藏族是吧？对啊，我是本地的。耶，山妮。Hello， 打个招呼哈。这是我们家的店，大家来玩啊。在康巴我们卖什么？介绍一下。我们卖牛肉干，卖虫草，卖羊肚菌，卖松茸，卖牛肝菌，什么菌子都卖，大家都来我们家玩。好的。都来我们家玩，打优惠啊，打优惠。就说说甲骨康巴特产就给你们8折。这个就是老板，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老板。阿姐，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老板。00后的老板。00后的老板啊，他独自创业的啊，创业他下面还开了一个店。酒啊，青稞酒啊，下面是蜂蜜，一些藏式的甜茶、酥油茶、牦牛肉干。强烈推荐我吃一家特色的美食，叫什么？真的凉拌饭。哦，就是几个小美女都强烈推荐一定要吃那个。真的，我们这些外面读书的回来了就要在那里吃的。是它很好吃还是什么原因呢？必吃的。必吃的只有丹巴有，其他地方没有，超级好吃。哎，少来一点。不好意思，技术有点不好。你就说特产店推荐来的，他们家超级好吃。好，拜拜。谢谢啊。不用谢，你去吧。3个藏族的小美女都强烈推荐说一定要吃，一定要吃。我是想有多好吃，说的我都垂涎欲滴了。我是说有多好吃，就是这家店啊，乌鸡米线右边的。还有吃的吗？有啊，我们家主营卖那个凉拌饭的，又实惠。我们就是这个猪头肉盖饭，这个都是猪头肉盖饭，对，很好吃，经济又实惠，很好吃的。多少钱一份？小碗18，大碗20。当地来说，这个是很出名的。对，在美宁的美食街，这个凉拌饭是美宁都是第1名，已经出名可能有30多年了吧。我们家都接近30年了，就主营卖这个凉拌饭的。它的名称叫凉拌饭，因为猪头肉就是凉拌起嘛，凉拌起那个卖回头盖，基本上剥开来吃了尝了就很好吃。不用，你可以尝一下，你可以。够了，浪费了。没事，今天生意太好了，因为外卖太多了，我就没有炒那个土豆丝。平时是有土豆丝的。对，有些他喜欢加土豆丝，有些就那不要加土豆丝，就很入味。太热情了，我怕浪费了。因为经济又实惠嘛，又好吃。猪头肉啊。对。哇，好香啊，已经闻到那个油香的了。我们生意最好的就是1天要卖几十斤肉，就这个大米1包大米不够，买不过来，就这一次靠回头客。就是基本上都是回头客。其实我真的非常饱了，刚才吃了2碗米饭所以我哪怕吃撑了，我也要尝一尝，因为明天早上就离开这里了。好吃，特别下饭。对，它比较很入味。因为你说你吃到很饱，米饭又少，肉又不是很多。又很多了。一点味精，加一点点那个酱油，就是红油。红油就是那个菜籽油跟那个辣椒面，然后淋出来。菜吃完了，饭没吃完，实在是吃不下了，太撑了。你看这个零食批发店啊，无孔不入啊，这小县城呢都开了这个分店。朋友们，早上好啊！你看，5点20就起床了，现在洗漱完毕了。看一下哈，这个峡谷中的丹巴县昨晚住的这个叫西河商务酒店。
哦天啊，连续2天5点多就起床了，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早起生活了。的朋友住不同规格的酒店，付的钱也不一样。这样子的阿婆带小孩上学，美人谷大酒店。看一下大渡河和一座跨河大桥。6点07，齐聚完毕，出发。一边是这个悬崖峭壁壁立前人，一边是依河而建的县城。不时有一座跨河大桥，大渡河，湍急的大渡河。你看大渡河就在丹巴县这里拐了好多个弯，如果遇到雨季的话，这个地方还是有洪水水灾的那个概率的啊。短短的200米拐了2个90度的大弯。这座县城我觉得挺有特色的。嘉荣大桥啊，看这个是红军吧，四川省。再往后看一眼，这个丹巴县城啊，它就是沿着河谷蜿蜒。这种方方的纸片，大家经常在视频里或者电视里看到藏族人在路过一些神山或者高山垭口的时候，都会往空中抛洒这种方方的纸片，这叫做龙达，是祈求神山神灵保佑的意思。到时候分发给大家，到时候大家去撒一撒，会为大家拍一小段视频，是非常经典的。同时呢，藏族人在边抛洒这种方方纸片龙达的同时，还会在口中念念有词，会念诵我们东藏地区的6字真言。越往藏区走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发现一些山上用白石头刻着的一些藏文，就是这6字真言。6字真言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妈咪贝贝哄。所以说，待会儿大家在趴洒的时候，口中入乡随俗吧，念念6字真言，我妈咪贝贝哄，也被那个韩红编成了一首歌曲，把它收入了歌词的哪首歌？家乡，对不对？这观景台是一个牦牛造型的高台哈。爬上去，亚拉坐骑大白神牛，这是浙江援建项目。所以在川西好像一些，如果是浙江户籍人还是免费游览的。这服务区，牦牛鲜奶，还有早餐。Oh money money home。Oh money money home。自己再拍拍，然后就上去。Oh money money baby home。哎 ，hello hello。要拉雪山景区，到时候摆渡车沿着这个小路一路开进去。昨晚睡眠很不好，感觉睡了不到2个小时吧。同房的一个大叔，就是打鼾声雷响前面1、2个小时没睡着，后来他这个打鼾声小一点了，我才稍微入睡了一会儿。早上他又起得特别早，我感觉今天这个体力精力都比较差，跟我们印象中那种很凶猛的牦牛不一样
看这个山谷里面的牦牛啊，很乖巧的在静静的吃草，一个一个小黑点散落在山坡上。这是的类似。拿个纪念品吗？啊，不用了，谢谢。照个一下嘛。哎。以后现在要一。记住藏族的几个分支，而丹巴那儿的一个藏族和我们以后几年看到藏族是不一样的。记住，我们丹巴这一带由于海拔比较低，生活在河床两边，是以农业为主的，称为加绒藏族。